当全球都以为白头鹰的侦察直升机以后就只能用无人机和阿帕奇凑合过日子的时候，美军是再度出手，开展了下一代武装侦察直升机的招标。而这次的招标呢，也让它再度领先全球。其中竞标者之一的西科斯基突袭者 X 直升机，不仅能够隐身，其速度更是达到了恐怖的460公里每小时。大兵也是直呼好家伙呀，这直接就是将现役所有的直升机甩得连尾灯都看不见了。他家的直升机究竟是吃什么长大的，竟然能够飞得这么快？今天大兵呢，就和各位一起聊一聊美军的下一代武装侦察直升机竞赛。就在2022年4月份，美国直升机巨头西科斯基宣布，其参与美国陆军的未来武装侦察直升机项目竞标的突袭者 X 原型机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预计在2023年下半年进行首飞。同样和其进行竞争的还有贝尔公司的贝尔360步驱者直升机，只不过呢，其进度要比突袭者 X 稍微慢一些。其实关于美军的这个未来武装直升机计划，大兵也是早有耳闻。该计划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就已经开始了研制工作，但相继开展的几个项目不是费用超支，就是性能不达标，这也使得其陆军的基奥瓦直升机退役之后呢，没有合适的直升机可用，只能使用无人机或者是 AH-64E 来顶一下门面。但是这样下去呢，也不是一个办法，老是让一个重型武装直升机去担任侦察也不太合适，毕竟它的重量实在太大，不够灵巧，而且其成本也太高。于是美军就再次启动了这个未来武装侦察直升机的计划。大家都知道，中型武装侦察直升机是陆军航空部队一款比较重要的直升机了。很多国家的陆军航空部队在列装综合性能更强的武装直升机的同时，同样呢也会列装一款重量较轻，但是侦察能力更加突出的直升机，来形成高低搭配。比如美军的阿帕奇加 OH 系列侦察机的组合。因此呢，自从美军开始批量列装阿帕奇之后，就一直有着研发新的中型武装侦察直升机的想法。其目的呢，就是为了替换已经老旧的 OH-58 直升机。于是世界上第一款真正的隐身直升机 RAH-66 科曼奇就应运而生了。它被誉为是直升机界的 F-117，具备跨时代的隐身设计和高度智能化，但它的价格高得离谱，这让国会老爷有些难以接受。再加上无人机技术的急速发展，科曼奇项目在2004年被彻底终止，数十年的研发和近70亿美元的投入也就此打了水漂。虽然计划终止了，但是美军的需求并不会消失啊。因此在2005年，美军又看上了贝尔公司研制的 ARH-70。这款直升机是一款4桨叶单发轻型军用武装侦察直升机，它可要比科曼奇便宜多了。于是就在当年，美国陆军就与贝尔公司签订了368架 ARH-70的合同，价值30亿美元。不过后来呢，由于贝尔公司的不断抬价，使得这笔合同的金额一度涨到了62亿美元，成本问题就再次摆在了美军的面前。于是美军不得不再次取消了这一计划。而这次的项目呢，是近30年以来美国陆军研制新型武装侦察直升机的第4次尝试了。即便是经历过数次失败，美军依然对该项目有着严格的指标。例如，新型直升机的最大平飞速度是不得低于322公里每小时，这个指标可以说是十分超前了。目前世界上所有的实用直升机的速度都无法达到，因此这也就代表着采用传统构型的直升机是很难满足要求了。并且为了简化后勤，美军对直升机的成本和发动机也做出了规定。新机应是一种尺寸较小的单发飞行器，旋翼直径不得超过12米，方便在城市或者丛林环境穿行，并且其发动机也将统一采用通用电气生产的 T901-900 涡轴发动机。这款发动机的性能也十分恐怖，据说是通用电气花费了3亿多美元进行开发的，主要是为了替换黑鹰和阿帕奇的 T700 发动机。它的体型十分娇小，长度仅有 1.2 米左右，直径也不超过660毫米，但是它的最大功率却能达到惊人的3000匹马力，比之前的 T700 高出了近 50%， 同时它的油耗还降低了 25%， 可以说是相当优秀。单从功率上来看， T901 无疑就是该级别最强的发动机了。
而在未来这款发动机大规模量产后，阿帕奇和黑鹰也同样会进行换装。当然，话又说回来，由于目前这款发动机仍然在测试中，因此也导致参加竞标的2款直升机的首飞被推迟到了明年下半年。而在机载火炮上，美军还统一要求采用通用动力的 XM915型3管20毫米速射炮，同时直升机的机载航电系统还要求采用开放式设计，以便方便未来对其进行快速升级，并且在达到了如此多的条件之后呢，单机的价格还不得超过3000万美元。因此该计划自从公布要求之后呢，就刷下来了一大批竞标者，而如今被选中入围的进行第2轮竞标的只有希科斯基的突袭者 X 和贝尔公司的360不屈者。其中突袭者 X 被看作是希科斯基公司此前研发的 S97 高速实验直升机的原型机，并且它采用的2副对转刚性旋翼组成的共轴双旋翼，尾部为6叶推进螺旋桨，和俄罗斯卡52直升机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新型的构型避免了传统共轴双旋翼的构型的缺点，同时呢又保留了它的优点，使其最大平飞速度有望超过460公里每小时。大兵认为这是最有可能实现突破的直升机构型方向。那么突袭者 X 究竟是如何飞出这么快的速度呢？这里大家要先了解一下，直升机为什么飞不快？其最大的困难就是面对高速下桨叶的阻力。传统的直升机主要是靠自动倾斜器来操纵旋翼，前后左右倾斜来提供机动能力。但是这时候旋翼所产生的拉力既要去作为升力来抵消重力，又要拉动直升机在水平面上飞行，这才使得直升机的飞行速度是远远低于固定翼飞机。而突袭者 X 采用的刚性共轴双旋翼，取消了常规直升机旋翼系统中的桨骨、铰链和自动倾斜器，使得旋翼和转动轴刚性连接，不再具备调整旋翼向前后左右倾斜的能力，只为直升机提供升力。至于突袭者 X 的前进动力，则是由尾部的6叶推进螺旋桨来提供，这也使得进入平飞阶段后的它更像是一架固定翼推进式螺旋桨飞机。在进入高速阶段后，其发动机的大部分功率都可以输出到尾部的推进螺旋桨中，从而为其提供最大的飞行速度。而这种构型呢，也正是突袭者 X 的速度秘诀。而从这张图片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出突袭者 X 采用了不少新的设计，例如舱内并列双座、前3点机轮和内藏式武器，以及下核机炮等。它的驾驶舱后方内置有武器弹仓，在发射武器打开舱门也可以兼指武器挂载短翼。每侧舱门上都安装了一个4联装发射挂架，能够携带8枚空地导弹，或者是混合挂载无人机、巡飞弹等等，武器可选性较为广泛。而相较于希科斯基的大胆创新，贝尔公司呢就显得保守多了。它采用武装直升机常见的窄机身、前后纵列双座设计，机头布置传感器和航炮，机身中部设动力舱、传动系统和旋翼，尾部为尾桨。在它的机身中部有一条贯穿全身的明显折线，这一点呢有利于实现雷达隐身效果。而它呢则是主旋翼采用较为成熟的4叶全铰接旋翼，桨骨使用整流罩包裹，既可以降低阻力，又能实现隐身效果。而在武器数量方面，贝尔360要稍胜一筹，它同样也是采用内置弹仓，位于短翼下方的机腹两侧能够携带4枚导弹，同时在短翼下方也有2个外挂点，可以分别挂载一组4联装武器挂架，使得该机的武器携带量增至12枚，比竞争对手多了50%。但是这样也会影响到该机的高速和隐身性能。从外形上看，这款直升机就像是一头嘴巴里衔着机炮的鲨鱼，其光滑的机身和熟悉的尾桨，兄弟们看着是不是有点像前面说过的科曼奇呢？原来贝尔公司认为，最初被抛弃的科曼奇直升机，它既能耗费如此多的时间和金钱，就代表着美军其实对这款直升机的设计思路还是认可的。因此贝尔360不屈者很多设计上都是和当年的科曼奇如出一辙，可以称得上是复活版的科曼奇。从贝尔公司的这个宣传片中呢，我们也能看出新的贝尔360的很多设计几乎和科曼奇是一样的。而相较于突袭者 X， 贝尔360在动力系统方面，除了同一的 T901 涡轴发动机之外，
还增加了一台辅助动力，美国普惠公司的 PW207D1 涡轴发动机，其最大功率为560马力，可以用于高速冲刺飞行或者地面低功率待机。因此该机也是一架双发直升机，并且为了在速度方面达到指定的速度指标，贝尔360的机身中部有一对3米长的短翼，看起来就像是固定翼飞机的机翼，它能够在前飞状态下为直升机提供额外的升力，以减轻主旋翼的升力负荷，提高飞行速度。这也使得该机在局部成为直升机和固定翼飞机的混合体。贝尔公司表示，该机的最大平飞速度达到了333公里每小时，刚好超过了美军提出的322公里每小时的最低指标。虽然这个速度甚至还看不见突袭者 X 的机尾灯，但是相较于目前所有入役的直升机而言，已经是天花板级的存在了。并且由于该机采用特殊的倾斜旋翼面设计，不仅解决了传统直升机上存在的滚动力矩问题，还使得旋翼的效率最大化。而相较于老前辈科曼奇，贝尔360的最大改进有2个方面。第一呢，是使用了更加现代高端的信息化系统，可以携带无人机来帮助其提升侦察能力，扩大侦察范围。这一点对于今天的美军而言是必须的。毕竟和上世纪相比，如今各国的信息化也都发展到了更高的程度，只有更加智能才能保持领先地位。而另一个则是该机在525型商用直升机的基础上改进而来的。这种稳健的改进方式将会打造出一款在经济性、可靠性、可用性都优于竞争对手的机型，并且这样一来，不虚者也就不存在太多的新技术挑战，风险控制也会更加容易，不会出现延期的情况。说完了硬件，咱们再来看看两者的内部。在操纵系统方面，突袭者 X 采用电传操纵系统，再结合上其共轴双旋翼设计，使得突袭者 X 有着优秀的敏捷性。这一点呢，可以让该机在城市环境作战中生存力更高。而贝尔360的系统则是基于贝尔525民用直升机的先进电传系统研发的，能大幅降低飞行员工作量，并且具有无人驾驶功能。并且该系统还有一个独特的低阻模式，巡航状态下将直升机调整到阻力最小的姿态。同时它还采用了 F-35战机使用的先进座舱显示系统，2个飞行员分别拥有一个大型彩色液晶触摸显示器，并且该机也采用和肥电类似的侧位操纵杆，而并非传统的中立操纵杆。虽然贝尔360采用的是传统5直的后3点跪式起落架设计，但是为了迎合高速和隐身需要，它同样也可以进行收放。与大胆创新采用刚性共轴双旋翼推进螺旋桨这一全新构型的突袭者 X 相比，贝尔360自始至终也都坚持着传统成熟可靠的设计理念，力求以较低的研发难度和相对较低的价格来赢得这场竞赛。而除了在速度上有明显的劣势之外呢，该机的其他性能都比较均衡，操纵方面呢，也更符合直升机飞行员的使用习惯。不过大兵觉得，按照美军的不对称作战理念，美军应该会更加倾向于突袭者 X 的方案。其从拨给希科斯基公司的研发经费呢，就比贝尔公司的经费多2.4亿美元，这一块也能看出美军的偏向。当然，鸡蛋是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为了避免万一突袭者 X 这次步子跨得太大，不小心扯到蛋了，贝尔360就荣获备胎头衔。就像咱们刚才所说的，除非竞争对手的直升机出现重大问题，例如生产成本过高，或者是出现什么隐患，否则贝尔360怕是很难有机会上位的。当然，大兵并不是说贝尔360不好啊，毕竟贝尔公司在设计中的一些简单有效的设计思路还是很值得各国学习的。更别说这款飞机已经是传统构型直升机的设计的天花板了。如果没有突袭者 X 这个对手，我想美国军方也会很乐意生产这样一款直升机的。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各位老铁更喜欢哪一款直升机呢？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